进第1章，东飞的风裹着硝烟味砸在脸上时，我正缩在难民营的铁皮棚里，指尖攥着半块发霉的玉米饼。棚外的炮火声下，闷雷滚滚，每一声都震得铁皮嗡嗡响，混着女人的哭声、孩子的尖叫，织成一张密不透风的绝望网。口袋里的手机早没了信号，屏幕碎着一道裂痕，停留在周思辰最后一条消息上。等我，最后一个名额一定是你的。我摩挲着屏幕上他的名字，指尖蹭过冰冷的玻璃，连带着心口也泛起凉意。3天前，政府军和叛军在港口交火，所有撤离通道被堵死，只剩一架外交部协调的运输机能带最后一个人走。所有人都觉得那名额会是我的，毕竟周思辰是为了我才来的东非。原本他该在邻国的大使馆里穿着笔挺的西装处理公文，却因为我一句这里太乱了，顶着临时支援的名义，冒着炮火跑了过来。上次武装冲突，他把我压在断墙下，后背替我挡了块飞石，渗血的绷带缠了3层，还笑着说：“白纸，我这条命还得留着娶你。”铁皮棚被风吹得晃了晃，有人掀开布帘冲进来，是医疗队的小吴，他脸上沾着灰，声音发颤：“白纸姐，运输机要走了。”周哥在机场。我猛地站起来，玉米饼掉在地上，发霉的碎屑沾了满手。我跟着小吴往机场跑，沙子灌进鞋里，磨得脚底生疼。炮火声在身后追着，子弹擦过耳边时，我甚至能听见气流的尖响。机场跑道上，运输机的螺旋桨转得飞快，卷起漫天沙尘。我看见周思辰站在舱门旁，穿着我给他买的卡其色冲锋衣，可他身边站着的人却不是我，是夏青秋。他穿着周思辰的外套，缩在他怀里，脸白的像纸，手指紧紧攥着他的胳膊，睫毛上挂着泪，看起来柔弱的像株要被风吹倒的草。我脚步顿住，沙尘迷了眼，连呼吸都变得困难。周思辰像是察觉到我的目光，转过头来，他的眼神掠过我，没有停留，只是更快地把夏青秋往机舱里送。周思辰，我喊他，声音被螺旋桨的噪音吞掉大半。那是我的名额。他终于停了下来，却没朝我走一步，只是隔着漫天沙尘看着我，语气里带着我从未听过的冷漠。战乱区遍地残尸，青秋胆小，总做噩梦，他更需要安全的环境。风把他的话吹过来，像刀子扎在我心上。我往前走了2步，脚踝突然发软，差点摔倒。那我呢？周思辰，你说过会带我走的，你不一样。他说，眼神扫过我身上的医疗服，扫过我胳膊上的伤疤。你心性坚韧，在这边待了3年，能熬到下一波救援的。夏青秋在机舱里探出头，声音带着哭腔：“思辰，我们快走吧，叛军要来了。”周思辰最后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有愧疚，却更多的是决绝。等我安顿好他，就来接你回国结婚。话音未落，他转身钻进了机舱，舱门关上的瞬间，我看见夏青秋靠在他肩上，嘴角勾起一抹若有若无的笑。运输机起飞时，卷起的风沙扑了我满脸。我追着飞机跑了2步，直到机身变成天边一个小点，才瘫坐在地上。小吴蹲在我身边，递来一瓶水，声音哽咽：“白纸姐，他怎么能这样？”我没说话，只是盯着空荡荡的跑道，手里还攥着那块碎屏的手机。后来我才知道，周思辰怕我死缠烂打，连夜就带着夏青秋回了国，连一句解释都没多留，只托人给我带了句话：“好好等，别乱跑。”可他没说，叛军会来的那么快。3天后，叛军攻陷了难民营，我躲在尸山里，身边是小吴的尸体，他的眼睛还睁着，手里攥着给他妹妹戴的发卡。我的腹部被弹片划开，血浸透了医疗服，粘在地上，每动一下都像有刀子在绞。我看着叛军举着枪在尸堆里巡查，听着他们的笑声混着枪声传来，手指抠着地上的血土，一遍遍地想：周思辰会来的，他说过会来接我的。直到意识模糊的前1秒，我都没等到他的踪影。死里逃生6年后，我第一次听到周思辰的名字，是在回国的机场行李大厅，传送带慢悠悠地转着。我盯着自己的黑色行李箱，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无名指上的戒指铂金的圈，内侧刻着楚怀2个字，是秦楚怀去年生日时给我戴的。齐白纸，一个轻柔的声音在耳边响起，带着不确定。我侧过脸，看见个穿米白色连衣裙的女孩，20岁出头的样子，眼睛亮着，手里攥着个帆布包，上面印着维和部队志愿者的字样。我点头，眼神里带着疑惑。我在东非待了5年，回国后几乎没跟以前的人联系过，他怎么会认识我？真的是你？女孩兴奋地抓住我的胳膊，力道不轻，带着年轻人的雀跃。我叫林晓，我哥以前是驻东非的维和士兵，他跟我提过你好多回，你和周思辰的事在维和部队里都快成传奇了。他的话像颗石子，投进我平静的心湖，泛起圈圈涟漪。我看着他激动的样子，指尖微微收紧，戒指硌着掌心。传奇，我重复了一遍，声音有些发涩。对，林晓眼睛更亮了，拉着我往旁边的休息区走。6年前东非暴乱，你知道吗？本来负责撤侨的根本不是周思辰，他当时在邻国当外交官，听说你被困在难民营，硬是违逆上级，自己开着车闯过交战区过来的，据说路上还被流弹擦伤了胳膊。他絮絮叨叨地说着，语气里满是羡慕。我哥说，那时候所有人都觉得你肯定是第一批撤离的，周思辰连命都不要了，怎么会丢下你？战乱区的惨状被他轻描淡写的带过，可我却觉得小腹的陈年疤痕在隐隐作痛，钝痛像藤蔓缠上来，带着铁锈味的记忆翻涌。林晓说起当时的恐惧，声音突然发颤。后来我哥跟我说，暴徒借着分发物资的由头，把所有人骗出营地，然后就开枪了。他捂住嘴，眼里泛起泪，到处都是尸体，河堤都被染红了。我哥说他到现在都不敢吃红色的东西。你那时候一定很害怕吧？我当然知道。我记得被漆黑的枪口对准的瞬间，心脏停跳的感觉，记得子弹擦过耳边时气流的尖啸，记得我躲在尸堆里，看着暴徒的军靴踩过身边人的尸体，每一步都像踩在我心上。我指尖掐进掌心，勉强压下翻涌的情绪，笑了笑，都过去了。林晓却没察觉我的异样，反而更兴奋了，拉着我的手追问：“你和周思辰现在肯定结婚了吧？是不是连孩子都有了？”我哥还说，你们俩以前在东非，一个是医生，一个是外交官，简直是天生一对。
他眼里的羡慕那么真切，像阳光一样晃眼。我看着他，心底蔓延出一丝意外，还有淡淡的嘲讽。原来时至今日，还有人不知道，当年和周思辰一起撤离的人，根本不是我。我张了张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手机铃声却突然响了起来，熟悉的旋律像救星。我如释重负地跟林晓说了声抱歉，转身走到僻静的角落，接起电话。邢楚怀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低沉温柔，带着熟悉的暖意。到了吗？行李多不多？刚拿到行李。我靠在墙上，听着他的声音。刚才因为回忆泛起的不悦渐渐消散。怎么了？他的声音顿了顿，语气里带着一丝担忧，听起来心情不太好。我愣了一下，随即失笑。即便在一起3年，他还是这么敏锐，仅仅一个字就能察觉到我情绪的变化。没什么，遇到个以前认识的人，聊了2句。我轻声说，不想让他担心。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传来他带着笑意的声音：给你准备了回国礼物，我忙完手里的事就来陪你。紧接着，微信弹出一个定位，我点开一看，瞳孔微微一缩。谭宫，我去年跟他提过一嘴，说谭宫的园林造景很特别，是仿照苏州园林建的，有一片向日葵花田，我很喜欢。那时候只是随口一说，没想到他竟然记在了心里。小腹的钝痛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暖意。我弯起唇角，指尖在屏幕上敲了个好，转身去取行李。我怎么也没想到会在谭宫遇见我再也不想见到的人。第2张谭宫的大门是雕花的铜制，推开时发出厚重的声响，像是敲在记忆的弦上。门后是开阔的庭院，月光洒在青石板路上，映着两旁的桂花树，香气漫在空气里，甜得有些发腻。可本该安静的庭院里，却传来喧嚣的人声碰杯声、谈笑声、西装摩擦的嗖声，还有女人的娇笑声，混着水晶灯的冷光，把这里变成了名利场的缩影。我皱了皱眉，脚步顿住。邢楚怀说谭宫已经拍下，作为我们回国后的住处，怎么会有人在这里聚会？我顺着声音往主厅走，推开半掩的木门，目光瞬间定格在主位上那个男人身上，是周思辰。他穿着深灰色的定制西装，领带打得一丝不苟，头发梳得整齐，比6年前成熟了许多。眉宇间的青涩褪去，多了几分商场上的圆滑，可骨子里那股清冷感却还没完全消失。周总，这次多亏您和秦总的秘书搭上线，我们才能得到他今晚回国的消息。一个穿西装的男人端着酒杯走过去，脸上堆着谄媚的笑。您可得多在秦总面前美言几句，我们公司这次能不能拿下新能源项目，就全靠您了。周总，我挑了挑眉，心底泛起一丝嘲讽。周思辰为了夏青秋，竟然连外交官都不做了。当年他在东非提起外交官的身份时，眼里还带着光，说要为国人保驾护航，现在却成了围着利益转的商人。旁人的话锋一转，聊到了秦楚怀。听说秦总这次回国是因为夫人想回来，您看，连谭宫这种价值10、8亿的宅子都给夫人买了，这宠妻程度真是让人羡慕，可不是吗？另一个女人接过话头，晃着手里的香槟杯。我特意准备了一套高定海蓝宝首饰，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入秦夫人的眼，毕竟秦总把夫人保护得太好了，连她的样貌都没几个人知道，更别说喜好了。原来如此，我靠在门框上，看着厅里这群人一个个穿着光鲜，却在为了攀附秦楚怀而费尽心思，连秦楚怀的面都没见到，就先在他的宅子里聚会，真是可笑。想来是秦楚怀的秘书林清风私下收了好处，把消息泄露了出去，还允许这些人在这里等候。等楚怀回来，怕是要好好处理这件事了。周思辰似乎察觉到了我的目光，抬起头，视线越过人群，落在我身上。看清我面容的那一刻，他脸上那副左右逢源的笑意瞬间凝固，像是被冻住的湖面，眼神里先是震惊，随即涌上来复杂的情绪，有难以置信，有愧疚，还有一丝我看不懂的慌乱。厅里的谈笑声渐渐停了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我身上。周思辰推开身边的人，脚步有些虚浮地朝我走来，他的皮鞋踩在地毯上，没有声音，却像踩在我过往的记忆。白纸你还活着？他的声音有些发颤，眼神落在我脸上，像是在确认什么。我看着他，心底没有波澜，只觉得讽刺他此刻的释然，不过是因为确认我没死，不用再背负那点可笑的愧疚罢了。10年前的记忆突然翻涌上来，那时候我和周思辰刚到东非，我在医疗队，他在附近的维和部队做联络员。我经常趴在医院的窗台上，看他指导士兵演练。他穿着迷彩服，身姿挺拔，阳光落在他身上，连汗珠都闪着光。他也总爱故作不经意地路过我的诊室，手里拿着瓶矿泉水，说刚训练完，过来讨杯凉水。其实诊室里的饮水机一直开着，他只是想多看我2眼。时间久了，连他的军犬黑豹都认识我了，每次见到我都会挣脱周思辰的牵引绳，摇着尾巴跑过来，用脑袋蹭我的手，甚至会咬住周思辰的裤腿，把他往我这边拽。我以为我们会一直这样，直到那次武装冲突。那天沙尘暴刚过，空气里全是沙粒，暴徒突然袭击了医院附近的难民营，我们被困在断墙后，为了转移重伤的病人，我自愿留下来做人质。刚走出断墙，就被人一把拽到身后，是周思辰，他的胳膊被子弹擦过，渗血的绷带缠在上面，却还是攥紧双拳，挺直脊背，对着武装头目说：“我是联合国维和部队的联络员，比这名医生更有价值，把他放了，我跟你们走。”武装头目没妥协，反而把我们俩都反绑在战壕里。密集的枪声响起时，我以为自己要死了，却感觉周思辰突然扑过来，把我压在身下，他的重量带着体温，滚烫的眼泪落在我颈间，带着咸味。白纸，他的声音贴着我的耳朵，带着颤抖：“如果还能活着和我在一起，好不好？”后来他被调往邻国做外交官，我继续留在医疗队，我们开始了异地恋，每天靠电话联系。他会跟我讲大使馆的趣事，我会跟他说医疗队的病人。我以为我们和其他情侣不一样，一定会修成正果，直到夏青秋出现。她是周思辰上司的女儿，刚毕业就被派到邻国大使馆实习，托周思辰照顾，
那段时间，周思辰的电话里总是出现他的名字。白纸，青秋真的好笨，改个方案改到凌晨，还嚷嚷着让我请他吃夜宵。白纸，青秋一点都不如你独立，半夜发烧了还得我送他去医院。白纸，青秋说想尝尝你做的饼干，下次你寄快递的时候能不能多寄一份？一开始我没在意，只当时他在照顾晚辈。可后来夏青秋的越界越来越明显，他会在周思辰的朋友圈发两人的合照，会用他的手机给我发消息，说思辰在忙，别打扰他，甚至会故意在我打电话时在旁边说思辰，我们该去吃饭了。我跟周思辰提过我的不满，他起初还会道歉，说是我没注意分寸，可后来他却开始埋怨我。白纸，你怎么这么小心眼？青秋就是个小姑娘，你跟她较什么劲？我想过自欺欺人，想过再等等，或许他会明白。可我没等到那一天，却等到了东非暴乱，等到了他带着夏青秋丢下我的那一刻。第3章，白纸，你这些年去哪里了？周思辰的声音把我拉回现实，他的眼神落在我身上，带着探究，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试探。我没回答他的问题，只是看着他，语气平静。周总，这里是我的地方，你带着这么多人来，是不是不太合适？你的地方？周思辰愣了一下，随即失笑。白纸，别开玩笑了，谭公是秦总的产业，你怎么会？他的话没说完，就被一个尖锐的女生打断。思辰，你在跟谁说话呢？夏青秋从人群里走出来，穿着一条红色的礼服裙，妆容精致，手里攥着个名牌包，走到周思辰身边，紧紧挽住他的胳膊。他看到我时，眼神里闪过一丝惊讶，随即被敌意取代，像只护食的猫往周思辰怀里缩了缩。原来是你，齐白纸。他上下打量着我，语气里满是嘲讽。这些年你杳无音讯，所有人都以为你死在东非了，没想到你还活着。他顿了顿，故意提高声音，让厅里的人都能听见。当初为了救我，思辰才不得不丢下你。你要是实在要怨，就怨我吧，别找思辰的麻烦。他说的委屈，眼泪都快掉下来了，一副我很无辜的样子。这种小白花的姿态总是能轻易激起周思辰的保护欲。果然，周思辰皱了皱眉，看向我的眼神冷了下来。白纸，你别为难他，当年的事是我对不起你，但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我已经放下了。他顿了顿，语气里带着一丝不耐，还有一丝鄙夷。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打听到这里的，也不管你是来做什么的，但谭公不是你这种身份能来的地方。你走吧。追他，我差点笑出声。这话要是被秦楚怀听到，怕是要醋得把整个谭公都拆了，再刨根问底的把我和周思辰的过往翻出来，然后吃大半年的飞醋。夏青秋显然也误会了，紧绷的神情放松下来，嘴角勾起一抹挑衅的笑。思辰，人家大老远跑过来找你，怎么也得叙叙旧。他跟身边几个女伴对视一眼，眼里满是看好戏的神色，然后端着一杯香槟走到我面前。白纸，他晃着杯子里的酒，气泡在灯光下泛着光。那年撤侨后，战乱区就跟外界彻底断了联系，所有外籍军队都撤走了。你说你在那种地方活下来不容易吧？他刻意加重了那种地方和活下来，语气里的暗示再明显不过。厅里有人开始窃窃私语，目光落在我身上，带着探究和鄙夷。一个穿性感吊带裙的女人走过来，接过话头，声音里满是嫌恶。我可听说了，那些东非人最喜欢玩弄廉价的亚洲女人，和平时期几杯咖啡就能让他们上赶着陪睡，更别说战乱时期了。为了活命，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他的话刚说完，旁边一个穿粉色礼服的女人就故作嗔怪地拍了他一下，语气却带着夸张的同情。哎呀，你别这么说，他也是身不由己了，毕竟不是谁都能像青秋姐这么好福气，有个爱他如命的男人。就是。另一个女人附和道，齐白纸，你都被人玩烂了，没活路了，现在又想来纠缠周总，要点脸行不行？夏青秋嗤笑一声，眼神居高临下的扫过我，像是在看一件垃圾。当初你在东非也照顾过思辰一阵，真是辛苦你了。他顿了顿，故意拉长语调，意有所指。我这个人最念旧情，要是今晚我们和秦氏的合作能顺利，新公司里给你留个保洁岗，工资不高，但好歹干净，总比你以前。他没说完，但意思已经很明显了。厅里的人都笑了起来，那些笑声像针一样扎在我身上。我站在原地，手指在口袋里攥紧了录音笔，冰凉的金属硌着掌心。我看着夏青秋那张得意的脸，想起东非难民营里那些女人，她们的手干裂，却还在给孩子缝补衣服，她们的眼睛里满是疲惫，却还在坚持着活下去。而这些穿着光鲜的女人，却用最恶毒的语言践踏那些在战乱里挣扎的生命。我抬起头，看向周思辰，他站在人群里，手里握着酒杯，手指微微收紧，却始终沉默着。他的目光落在我身上，没有愤怒，没有维护，只有一丝淡淡的失望，像是在说，我没想到你会变成这样。失望。我忽然觉得可笑，他曾经和我并肩作战，在东非的炮火里救过平民，在传染病肆虐时搭过临时医院，他比在场任何人都清楚我们这些人在那片土地上付出了多少。可现在他却冷眼旁观别人侮辱我，侮辱那些和我一样的维和人员。这些年在名利场里，他早就烂透了。第4章，夏青秋见我没反应，脸上的笑意更浓了，他身边的女伴也跟着起哄。怎么被说中了？不敢说话了。我看着他们，突然笑了笑，手指在口袋里按下了录音笔的停止键。咔嗒一声轻响，在嘈杂的厅里不算明显，却让夏青秋的笑容僵了一下。你们刚才说的话我都录下来了。我举起口袋里的录音笔晃了晃，这些言论我会公之于众。另外，秦氏集团从今往后都不会与在场各位有任何合作。夏青秋的脸色瞬间变了，他上前一步想抢我的录音笔，却被我躲开。齐白纸，你敢录音？他的声音尖锐，带着慌乱。为什么不敢？我看着他，语气平静。我说了，这里是我的地方，你们在我的地方侮辱我，还想让秦氏跟你们合作。你的地方？夏青秋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他指着周围的装饰，语气里满是不屑。齐白纸，你是不是在东非带傻了？谭公是秦总的产业，价值18亿，你算什么东西？敢说这是你的地方？他顿了顿，
又说我和思辰在国内也算有头有脸的人物，却连秦总的面都见不着，费了好大劲才打通林秘书这层关系，知道他今晚回国陪夫人入住谈宫，我们都只敢在侧门的会客厅候着。你倒好，还敢在这里大言不惭。厅里的人也跟着附和，看向我的眼神像是在看一个疯子。我看他是想攀附秦总，想疯了。就是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身份，还敢说谈宫是他的地方。等会秦总来了，有他好果子吃。我没理会他们的嘲讽，只是靠在墙上看着门口的方向。秦楚怀应该快到了，林清风也该来了。果然，没过几分钟，厅门被推开，一个穿黑色西装的中年男人走了进来，是林清风。他手里拿着一摞文件，脸色严肃，显然是刚从公司赶过来。厅里的人瞬间安静下来，纷纷堆起笑脸迎上去。周思辰整理了一下西装，快步走到林清风面前，伸出手，语气恭敬：“林秘书，您一路辛苦了，请问秦总和秦夫人何时到场？我们也好提前做准备。”他顿了顿，又小心翼翼地说：“之前拜托您跟秦总提的新能源项目，还请您多帮忙美言几句。”林清风却连一个正眼都没给他，径直从他身边走过，脚步没停，一直走到我面前。所有人都愣住了，包括周思辰和夏青秋。他们看着林清风，眼里满是疑惑：林秘书怎么会对一个疯子这么客气？林清风走到我面前，先是愣了一下，随即脸色骤变，手里的文件哗啦一声掉在地上，他慌忙弯腰去捡，手指都在抖，额头上渗出冷汗。夫人，他抬起头，声音发颤，对着我深深鞠了一躬：“对不起，我真不知道您在这，是我管理不善，让这些人打扰了您。”夫人这两个字像炸雷一样在厅里炸开，所有人都惊呆了，看向我的眼神从鄙夷变成了震惊，再到恐慌。夏青秋的脸白得像纸，手里的香槟杯哐当一声掉在地上，摔得粉碎。周思辰也愣住了，他看着我，又看看林清风，嘴唇动了动，却没说出话来。林清风直起身，脸色铁青地看向厅里的人，声音冷得像冰：“谁让你们在这里聚会的？谁允许你们打扰夫人的？”没人敢说话，所有人都低着头，大气都不敢喘。刚才还嚣张跋扈的夏青秋，此刻缩在周思辰身后，身体抖得像筛子。林清风弯腰捡起地上的文件，递给我身边的助理，然后转过身，对着周思辰和夏青秋，语气里满是警告：“你们刚才对夫人说的话、做的事，我会一字不漏地汇报给秦总。至于你们想跟秦氏合作的事，就别想了。”夏青秋的眼泪瞬间掉了下来，她冲过来想抓我的胳膊，却被林清风拦住。齐白芷，不，秦夫人。她的声音带着哭腔：“我刚才是跟你开玩笑的，你别往心里去，我不是故意的。”我看着她，心里没有一丝波澜。刚才她嘲讽我、侮辱我的时候，怎么没想过会有今天？开玩笑。我冷笑一声：“你刚才说的那些话也是开玩笑吗？你说东妃的女人为了活命什么都做，也是开玩笑吗？”夏青秋的脸更白了，她张了张嘴，却没说出话来。周思辰上前一步，想替她辩解：“白芷，青秋她。”周总，林清风打断他，语气冰冷：“请你自重，别再叫夫人的名字。还有，你和你身边这位，现在就请离开谈宫，否则我会让保安请你们出去。”周思辰的脸色一震，青一阵，他看着我，眼神里满是复杂，有震惊，有不甘，还有一丝他自己都没察觉的嫉妒。我没再看他，只是对林清风说：“把这里清理干净。另外，查一下是谁把消息泄露出去的，该处理的处理。”是，夫人。林清风点头，立刻安排人把厅里的人出去。夏青秋被保安架着走的时候，还在哭喊：“齐白芷，你别得意，思辰是爱我的，你不过是仗着秦总的钱。”他的声音越来越远，最终消失在门外。周思辰走在最后，他回头看了我一眼，眼神里带着一丝怨怼，然后转身离开了。厅里终于安静下来，只剩下我和林清风，还有几个助理。林清风站在我面前，低着头，语气愧疚：“夫人，对不起，是我的疏忽，让您受委屈了。”我摇了摇头，没怪他，这种事迟早会发生，只是没想到会这么快。楚怀呢？我问，拿起手机看了一眼时间，秦总已经在路上了，应该快到了。林清风回答。我了一声，走到窗边，看着外面的向日葵花，月光洒在花田里，像铺了一层银霜。我想起秦楚怀去年跟我说的话：“白芷，等我们回国，就找个有向日葵的地方住。你喜欢阳光，向日葵也喜欢，你们很像。”那时候我还笑他，说他越来越会说情话了。可只有我知道，他说的是真的。在东非的那些年，我见过太多黑暗，却还是想朝着阳光走，就像向日葵一样。手机响了，是秦楚怀打来的。我接起电话，他的声音带着笑意：“夫人，我到门口了，来接你回家。”我挂了电话，转身往外走。林清风跟在我身后，想帮我拿外套，却被我拒绝了。走到门口，我看见秦楚怀站在车旁，穿着我给他买的米白色风衣，手里拿着一件外套。他看见我，眼睛亮了起来，快步走过来，把外套披在我身上，然后抱住我。冷不冷？他的声音贴着我的耳朵，带着暖意。刚才林清风跟我说了，受委屈了。我靠在他怀里，闻着他身上熟悉的雪松味，摇了摇头，没有，就是有点累。他没拆穿我，只是抱紧了我，轻声说：“回家了，给你做了你爱吃的糖醋排骨。”我了一声，跟着他上了车。车子驶离谈宫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那座灯火通明的宅子，心里暗暗想：周思辰、夏青秋，我们的账还没算完。第5章，车子平稳地行驶在公路上，秦楚怀握着我的手，指尖带着暖意。他没提刚才在谈宫发生的事，只是跟我聊起回国后的计划，去哪里玩，吃什么好吃的，把家里的向日葵花田再扩大一点。我听着他的话，心里的阴霾渐渐散去。和秦楚怀在一起的这3年，他总是这样，用最温柔的方式把我从过往的阴影里拉出来。回到家时，已经快10点了，房子是秦楚怀早就准备好的。
不算大，却很温馨。客厅的墙上挂着我们的合照，厨房飘着糖醋排骨的香味，是秦楚怀提前让阿姨做好的。先吃饭还是先洗澡？秦楚怀帮我脱下外套，挂在衣架上。先吃饭吧，有点饿了。我走到餐桌旁，看着桌上的糖醋排骨，还有几个我爱吃的素菜，肚子里的馋虫被勾了出来。秦楚怀笑着给我盛了一碗米饭，然后坐在我对面，看着我吃。他自己没怎么动筷子，只是偶尔给我夹一块排骨，或者帮我擦一下嘴角。慢点吃，没人跟你抢。他语气里满是宠溺。我点了点头，却还是加快了速度。糖醋排骨的味道很好，甜而不腻，像秦楚怀给我的爱恰到好处。吃完饭，秦楚怀去洗碗，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着窗外的月亮，手机放在旁边，屏幕亮了一下，是林清风发来的消息。夫人，查到是我手下的一个助理收了周思辰的好处，把消息泄露出去的，我已经把他开除了，并且追究了他的责任。另外，周思辰的公司最近资金链有点紧张，很需要秦氏的合作，所以他才会这么急着攀附。我看完消息，把手机放在桌上。周思辰的公司资金链紧张，难怪他会这么迫切的想跟秦氏合作，甚至不惜让夏青秋来讨好林清风的助理。秦楚怀洗完碗出来，看见我坐在沙发上发呆，走过来坐在我身边，把我搂进怀里。在想什么？在想周思辰。我坦白道。林清风说他的公司资金链紧张，很需要我们的合作。秦楚怀的手指顿了顿，然后轻轻抚摸着我的头发，语气平静，想怎么处理？我抬起头看着他的眼睛，他的眼神里没有一丝不悦，只有支持，像是在说，不管你想做什么，我都陪你。我想让他付出代价。我轻声说，他当年丢下我，让我在东非差点死掉，现在又想攀附我们，我不会让他得逞的。秦楚怀点了点头，在我额头印下一个吻。好，都听你的，需要我帮忙的话，随时跟我说。我靠在他怀里，心里很踏实，有他在，我什么都不怕。接下来的几天，我没再关注周思辰的事，而是忙着适应回国后的生活。秦楚怀陪我去了很多地方，吃了很多好吃的，还带我去看了向日葵，花田比谭宫的那片大很多，金灿灿的一片，在阳光下像海洋。可我没想到周思辰会主动来找我。那天我刚从花田回来，就看见周思辰站在我家楼下，他穿着一件黑色的风衣，头发有些凌乱，看起来比上次在谭宫时憔悴了很多。我皱了皱眉，没打算理他，转身想走，却被他拦住了。白纸，他的声音有些沙哑，我有话跟你说。我没话跟你说。我绕过他，想往楼道走。关于你父母的事，他突然喊道。我脚步顿住，猛地转过身，看着他。你说什么？我父母怎么了？当年我在东非失联后，就再也没收到过父母的消息。回国后，我去老家找过，却发现房子早就空了。邻居说我父母在6年前就搬走了，不知道去了哪里。我一直以为他们是因为担心我才搬走的。可周思辰现在突然提起他们，难道周思辰看着我的反应，脸上露出一丝复杂的神情？你还不知道，你父母在6年前去世了。去世了？我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起来。你别骗我了，我父母身体很好，怎么会去世？是真的。周思辰的声音低沉。6年前你失联后，你父母到处找你，还去了外交部，想让他们帮忙寻找你的下落。后来他们去了我家，想让我帮忙，却在回家的路上出了车祸。车祸？我只觉得脑袋嗡的一声，像是被重锤砸了一下。我踉跄着后退一步，扶住旁边的墙壁，才勉强站稳。不可能，我的声音发颤。你在骗我，对不对？我父母不会有事的，我没骗你。周思辰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照片，递给我。这是你父母的墓碑照片，我去年去看过他们。我接过照片，手指抖得厉害。照片上是2块墓碑，上面刻着我父母的名字，还有去世日期正是6年前，我在东非被困的那段时间。眼泪瞬间掉了下来，砸在照片上，晕开一片湿痕。我想起父母送我去东非时的场景，妈妈给我塞了一书包的零食，爸爸拍着我的肩膀说，有事就给家里打电话，别硬扛。可我没想到，那竟然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为什么没人告诉我？我哽咽着问，声音里满是绝望。周思辰看着我，眼神里带着愧疚。当年我刚把青丘安顿好，就收到了你父母去世的消息。我本来想告诉你的，可那时候战乱区的通讯已经断了，我联系不上你。后来我以为你也，所以就没再提。他的话像刀子一样扎在我心上。我父母去世的时候，我正在东非的尸堆里挣扎，而他却在国内陪着夏青秋，过着安稳的生活。我父母去你家找你，你对他们做了什么？我突然想起林晓说的话，想起夏青秋的嘴脸，心里涌起一股寒意。周思辰的眼神闪烁了一下，避开我的目光。没做什么，就是跟他们说了你的情况，让他们别担心。别担心，我冷笑一声。他们去找你是想让你帮忙找我，你却让他们别担心。周思辰，你是不是还跟他们说了什么？比如我已经死了。周思辰的脸色白了白，没说话。我看着他的样子，心里已经有了答案。我父母一定是被他刺激到了，才会在回家的路上出了车祸。周思辰，我看着他，眼神里满是恨意。我父母的死，你也有责任。你欠我的，欠我父母的，我会一点一点让你还回来。我说完，转身往楼道走。周思辰想拉住我，却被我甩开了。回到家，秦楚怀正在客厅等我。他看见我哭红的眼睛，立刻走过来抱住我。怎么了？出什么事了？我靠在他怀里，把所有事情都告诉了他。秦楚怀听完，脸色变得冰冷，他轻轻拍着我的背，语气坚定。白纸，别难过，我会帮你讨回公道的。周思辰欠你的，欠你父母的，我会让他加倍偿还。我点了点头，泪水浸湿了他的衬衫。有他在，我知道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第6章接下来的日子，秦楚怀开始着手处理周思辰的事。他
他没有直接对周思辰的公司动手，而是先切断了周思辰所有的融资渠道，银行不再给周思辰的公司贷款，其他合作方也纷纷撤资，甚至连周思辰想找的投资人也被秦楚怀提前打了招呼，拒绝了他。周思辰的公司很快就陷入了绝境，濒临破产。他开始疯狂地给我打电话、发消息，求我放过他，甚至还跑到我家楼下，整夜地蹲在那里。我没理他，只是让保安把他赶走。我知道这只是开始，他欠我的远不止这些。这天，我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是夏青秋打来的，他的声音带着哭腔，说周思辰已经快疯了，让我能不能看在过去的情分上，放过他们。过去的情分，我冷笑一声，当年你们丢下我的时候，怎么没想过过去的情分？我父母去世的时候，你们怎么没想过过去的情分？那都是误会。夏青秋喊道，当年思辰是因为担心我，才不得不丢下你，他后来也派人去找过你，只是没找到。你父母的死跟我们没关系，是他们自己不小心。我气得浑身发抖。夏青秋，你有没有信？我父母是因为找我才会被你们刺激，才会出车祸。你现在还敢说跟你们没关系？我挂了电话，心里的恨意更浓了。我知道跟他们多说无益，只有让他们彻底破产，让他们尝到我当年的痛苦，我才能解恨。秦楚怀回来的时候，看到我坐在沙发上，脸色不好，走过来坐在我身边，握住我的手。怎么了？又跟夏青秋打电话了？我点了点头，把夏青秋的话告诉了他。秦楚怀的眼神冷了下来，别跟他们废话，我已经安排好了，下周周思辰的公司就会宣布破产。另外，我还查到，当年你父母去周思辰家的时候，周思辰和夏青秋不仅没帮忙，还跟你父母说你已经死了，让他们别再纠缠。你父母就是因为这个，才会在回家的路上精神恍惚，出了车祸。我的心猛地一沉，原来真的是他们，我要让他们公开道歉。我咬着牙说，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他们是多么卑鄙无耻。好，秦楚怀点头，我会安排的。1周后，周思辰的公司正式宣布破产，他欠下了巨额债务，被债主追得四处躲藏。夏青秋也跟他分了手，卷走了他仅剩的一点钱，消失得无影无踪。周思辰彻底崩溃了，他跑到秦氏集团的楼下，跪在地上哭喊着求我原谅他。我没见他，只是让保安把他赶走了。又过了几天，秦楚怀告诉我，周思辰因为欠下巨额债务，还不上钱，被债主告上了法庭，最终被判了刑，要在监狱里待10年。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正在向日葵花田，阳光洒在我身上，暖烘烘。我看着眼前金灿灿的向日葵，心里终于松了一口气。周思辰得到了他应有的惩罚，我父母的仇也报了。虽然他们已经不在了，但我知道他们一定希望我能好好的活下去。朝着阳光，像向日葵一样，秦楚怀走到我身边，从身后抱住我，下巴抵在我的肩膀上。都过去了，以后我们好好生活，好不好？我转过身，看着他的眼睛，点了点头。好，他笑了，在我唇上印下一个吻。阳光落在我们身上，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像是要一直延伸到未来。我知道过去的伤痛不会消失，但我会带着这些伤痛，和秦楚怀一起好好的活下去，珍惜现在的幸福。因为我知道，只有好好活着，才是对父母最好的告慰，也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进第5章，增补精简林秘书，焦急的解释在耳边模糊成背景音。我满脑子只剩那句，他爸妈在周家大闹一场，被赶出去后出了车祸，恶人有恶报，我爸妈这辈子连踩死一只蚂蚁都要犹豫，怎么就成了恶人？记忆突然被拽回巷口的老面馆，那时周思辰跟着爷爷奶奶过，每天放学就帮着端面，洗得发白的校服袖口总沾着面汤。有次高年级学生抢他零花钱，是我爸冲上去把人赶走。他冬天穿的单薄，我妈连夜给他织了件毛衣。他考试失利哭红了眼，我爸陪着他错题讲到深夜。周思辰当时攥着我的手说，白纸，等我有钱了，一定给叔叔阿姨买大房子，让他们再也不用熬汤到凌晨。可他兑现的却是在我爸妈最绝望时把他们推下深渊。你爸妈来找我时，我都说了。周思辰的声音试图辩解，却被我打断。我一步步逼近他，指尖因为用力而泛白。你说什么了？说我在东非早就死了，说我是因为不检点被暴徒杀了，还是夏青秋在旁边补刀，说跟野男人跑了，死了活该。周思辰的脸瞬间惨白，夏青秋更是下意识躲到他身后，声音发颤。你怎么知道？我怎么知道？我笑出了眼泪，小腹旧伤的钝痛混着心口的疼，几乎让我站不稳。我爸妈就是被你们这些话逼疯的，他们失魂落魄的走在马路上，连红灯都没看见，才被货车撞了。林清风赶紧扶着我坐下，额角全是冷汗。夫人，您别激动，我这就把他们赶走，再把当年车祸的详细资料整理给你。保安冲进来拖拽周思辰和夏青秋时，夏青秋还在尖叫，洗白纸。你别太过分，思辰也是没办法。周思辰回头看我的眼神里有愧疚，却更多是怨怼，仿佛我成了那个不讲理的人。会议厅终于安静下来，我摸着手机里爸妈的合照，那是我去东非前，我们在面馆门口拍的，妈妈手里还拿着刚出锅的包子，眼泪砸在屏幕上。我轻声说，爸妈，我一定会让他们还账。手机震动，是秦楚怀的消息。夫人，忙完了，现在过来陪你，想吃什么我给你做。看到他的名字，紧绷的神经才终于松了些。我回复，想吃你做的糖醋排骨。半小时后，秦楚怀推门进来，看到我通红的眼睛，立刻蹲在我面前，用指腹擦去我的眼泪。怎么了？谁欺负你了？我靠在他怀里，把所有事都说了。他没打断我，只是轻轻拍着我的背。等我说完，他的声音冷得像冰。白纸，别难过，周思辰和夏青秋欠你的，我会让他们加倍。他握着我的手，指腹的温度传来，让我莫名安心。第6章增补精简。林清风第2天就把资料送来。当年我爸妈去周家时，
周思辰不仅隐瞒了我还活着的消息，还说我在东非跟黑市商人混在一起，死有余辜。夏青秋更是拿出几张伪造的亲密照，说早就背叛了周思辰。我爸妈争辩时，周思辰直接叫保安把他们拖出门，还放话说再闹就报警抓你们。肇事司机至今没找到，但行车记录仪显示，我爸妈当时确实魂不守舍，连货车鸣笛都没反应。这群混蛋！秦楚怀看完资料，把文件夹摔在桌上。我现在就派人封了他的公司。等等，我拉住他，他现在还想靠秦氏翻身，不如先稳住他，让他尝够希望再摔下来。秦楚怀会议让林清风故意透露秦氏对周氏新能源项目感兴趣的消息。果然，周思辰很快上钩，每天给林清风发消息，还想约我当面道歉。我没见他，只让林清风吊着他。同时，秦楚怀暗中切断了周氏所有融资渠道，银行停贷，合作方撤资，连周思辰找的投资人也被秦楚怀提前打了招呼。1周后，周思辰约我们在高档餐厅吃饭，说要谈合作细节。他穿了身新西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夏青秋也打扮得花枝招展。看到我们进来，立刻堆起笑：“秦总、秦夫人，你们来了。”秦楚怀没理他们，径直坐下，把菜单推给我。夫人想吃什么随便点，全程我们只聊家里的事，把周思辰和夏青秋当空气。周思辰终于坐不住：“秦总，关于我们的合作。”秦楚怀冷笑一声，扔出一份文件：“你先看看，你的公司现在欠了多少外债，资金链早就断了，还想跟秦氏合作？”周思辰拿起文件，手越抖越厉害：“你早就知道，你在耍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已。”秦楚怀的眼神扫过他：“你当年怎么对我夫人，怎么对他爸妈，现在就该承受什么？”夏青秋慌了，想拉秦楚怀的胳膊，却被他一把推开：“别碰我夫人的东西！”他摔在地上，哭着喊：“思辰，我们怎么办？公司要破产了！”周思辰没理他，只是盯着我，齐白纸：“你恨我就冲我来，别毁了我的公司。”“毁了你的公司！”我站起身，语气冰冷：“你毁了我的人生，害死了我的父母，这点代价算什么？”我们转身离开时，周思辰在身后尖叫：“齐白纸，秦楚怀，你们等着！”可我知道他已经没机会了。第7章新增精简，周氏很快宣布破产。周思辰被债主追得四处，夏青秋卷走他仅剩的钱跑路，结果被骗子骗光，还欠了高利贷，最后只能躲在外地打零工。我和秦楚怀去了爸妈的墓园，这里很安静，松树在风里沙沙响，像爸妈的声音。我把白色菊花放在墓碑前，指尖抚过照片上他们的笑脸。爸妈，周思辰得到惩罚了。你们放心，秦楚怀帮我整理墓碑前的杂草，轻声说：“他们看到你现在过得好，会开心的。”回去后整理旧物，翻出一个箱子，里面有我在东非穿的医疗服、破旧的急救包，还有一个粉色发卡，那是小吴的。他才20岁，却在叛军攻陷难民营时，为了保护一个孩子挡了流弹。他生前总说，等战争结束，要带着这个发卡去看海。我摩挲着发卡，眼泪掉了下来。秦楚怀走过来，从身后抱住我：“小吴在天上看着呢，他希望你好好的。”没过多久，林清风汇报：周思辰因欠巨额债务被判10年，夏青秋也因为欠高利贷被追债，日子过得很狼狈。听到这些，我心里没有快意，只有释然。晚上，秦楚怀做了糖醋排骨，还拿出一张马尔代夫的攻略。下个月我们去度蜜月吧，你不是想看海吗？我笑着点头，靠在他怀里。他给我讲向日葵的故事，说向日葵不管遇到什么风雨，都会朝着太阳生长。你就像向日葵。他摸着我的头发，坚强、勇敢，值得所有美好。睡前，我做了个梦，梦里爸妈在面馆里煮着汤，小吴带着粉色发卡笑，还有一片金灿灿的向日葵花田，阳光洒在身上，暖得让人不相信。我知道这不是梦，有秦楚怀在，有阳光和希望，我的人生会像向日葵一样，永远朝着光明绽放最亮的笑容。人一生会遇到2次幸运，一次是遇见自己，一次是遇见奋不顾身爱你的人。在遇见杨彻之前，这2样我一样都没占。我的人生更像是一场无声的溺水，家庭是深渊，亲人是拽着我脚踝的水鬼，而我是那个拼命想喘口气，却连呼救都发不出声音的人。直到那天，他站在光里朝我伸出手：“程菲菲，从今往后，我做你的靠山。”午夜，写字楼的冷气开得像不要钱，我搓了搓冰凉的手臂，死死盯着屏幕上密密麻麻的数据。手机在桌上疯狂震动，我摁掉它又响起来。第3次，我认命的划开接听键：“妈，我在加班，有事吗？菲菲呀，你哥那个新车 4S 店打电话来催了，说再不付尾款，定金可就不退了，你赶紧把那10万块钱打过来啊！”电话那头的声音理直气壮，带着不容置喙的命令：“10万，我上个月才给家里打了2万，我哥的工作也是我托人，那点钱够干什么的？”我妈的声音陡然拔高，尖锐的刺耳：“你哥是你亲哥，他开车有面子，以后娶媳妇不也容易点？你一个女孩子家，在外面拼死拼活，不就是为了你哥和你这个家吗？程菲菲，我告诉你，这钱你今天必须给，不然我就去你公司找你。”嘟嘟嘟，挂掉电话后，我木然地在工位上坐了很久，头顶一盏孤零零的节能灯将我的影子拉得很长。手机再次震动，是我哥程兵发来的微信：“妹，那10万块钱我跟车行说好了，明天中午之前必须到账，你看着办。”后面跟了一个卡号，我看着办。我能怎么办？我打开手机，看着里面刚刚过万的存款，那是我的全部家当，我1个月省吃俭用，连瓶贵点的酸奶都不舍得买，才攒下来的。可这在他们眼里不过是一个冰冷的数字，一个我理所应当要奉献出来的数字。一阵无力感席卷全身，我趴在桌上，将脸深深埋进臂弯里。4年前我大学毕业，拒绝了那份
份也许能改变我一生的工作邀约，毅然决然地选择了一家离家乡最远的城市，进入这家不大不小的广告公司，从最底层的实习生做起。我天真的以为物理上的距离可以隔绝一切，我以为只要我足够努力，爬得足够高，就能把那些来自深渊的拉扯甩在身后。4年过去，我成了分公司的业务组长，手下管着3、5个人，薪水翻了几番，可那个深渊却像复古之躯，从未离开。手机又响了，我以为还是我妈或者我哥，看也没看就划开，语气疲惫而冰冷。钱没有，你们就算来公司也没用。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随即响起一个低沉冷静又带着一丝熟悉的男声：程菲菲，是我。我浑身一僵，猛地坐直身体，看了一眼手机屏幕，来电显示是一个陌生的号码，但那个声音，杨总，我有些结巴。杨宇，我们盛宇集团新上任的总裁，太子爷空降雷厉风行，不过1个月就让整个集团上下都感受到了他强大的气场和手腕。更重要的是，他是我大学时期的风云人物，那个我只能在图书馆里，在各种颁奖典礼上遥遥仰望的高岭之花。我怎么也没想到，4年后他会成为我的顶头上司的顶头上司的顶头上司。我们之间隔着10万8千里的职级。你在公司？他的声音听不出情绪。是的，杨总，我在处理一点收尾工作。我慌忙解释，心脏不受控制的狂跳起来。他淡淡的应了一声，最近集团总部在考察各分公司的运营情况，我正好在你们这层楼。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果然，最近公司里人心惶惶的传言是真的，说新来的大老板不满意分公司的业绩，正在微服私访，随时准备大刀阔斧的改革。我们这个半死不活的分公司，怕是首当其冲。不用紧张，他似乎察觉到了我的僵硬。我只是路过，你桌上的灯还亮着。我的目光下意识地投向办公室门口的玻璃墙，外面走廊一片漆黑，我什么也看不见。早点回去休息，项目很重要，身体也一样。他的声音透过听筒清晰地传进我的耳朵。好的，谢谢杨总。电话挂断，我却久久无法平静。我想起毕业那天，也是这样的夜晚，我拒绝了所有同学的散伙饭邀请，一个人在学校的小树城里盘算着未来的出路。杨宇找到了我，那是我第一次那么近距离地看他。他穿着简单的白衬衫，眉眼清俊，气质卓然。程菲菲，他开口，声音和现在一样清冷又好听。我开了家公司，你愿意来吗？我当时愣住了，以为自己出现了幻听。他看我没反应，又补充道，薪资和待遇都会是行业内的最高标准。那一刻，我承认我心动了，可随之而来的是更强烈的自卑和敏感。我们根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他为什么要帮我？是雪场的日行一善吗？我听见自己用一种尖锐又疏离的语气问他，他沉默了。月光下我看不清他的表情。我不需要。我丢下这句话，仓皇地逃走了，像一只受了惊的兔子。4年了，我以为那段记忆早已模糊，可今晚却因为他的一通电话变得无比清晰。我苦笑一声，收拾好东西，关灯走出办公室。走廊里空无一人，安静的能听见自己的心跳。我不知道的是，在我身后不远处的通道里，杨宇正站在黑暗中，静静地看着我的背影消失在电梯口。他指尖夹着一根未点燃的烟，眸色深沉，晦暗不明。那10万块钱，我最终还是没能凑齐。我把卡里的1万块转了过去，然后找朋友借，东拼西凑，最后也只凑了5万。电话里，我妈把我骂得狗血淋头，说我没良心，白眼狼，读了大学新就野了，连亲哥都不管了。程斌则直接在微信上拉黑了我。我知道这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果然，第2天下午，我正在会议室给客户做方案报告，前台小姑娘慌慌张张地冲了进来，脸色煞白。程组长，外面有人找，说是你家人。我心里咯噔一下，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会议室的门就被人从外面粗暴地推开。我妈一马当先冲了进来，头发凌乱，眼神凶狠。程斌紧随其后，一脸不耐烦。程菲菲，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你躲在这里算什么本事？你答应给你哥买车的钱呢？啊！我妈的嗓门又高又尖，瞬间刺穿了整个办公室。客户惊愕地看着这一幕，我的组员们也都傻眼了。我的脸刷的一下变得滚烫，血色尽失，只剩下无尽的屈辱。妈，你先出去，我们有话回家说。我冲过去想把他拉出去。回家？我今天就在这里说。他一把甩开我的手，嗓门更大了。大家快来看看啊，看看这个大学毕业的高材生是怎么对待自己亲妈和亲哥的，赚了钱自己花，连哥哥买车的10万块都不肯给。我们辛辛苦苦把他养这么大，就是养了这么个白眼狼啊！他开始捶胸顿足，坐在地上撒泼打滚。程斌则暴毙站在一旁，冷漠地看着，仿佛在看一场与他无关的闹剧。程组长，这客户的脸色已经变得非常难看。对不起，王总，实在对不起。我拼命道歉，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整个办公室的同事都围了过来，指指点点，窃窃私语。就在我快要被这无边的羞耻和绝望淹没时，一道清冷的声音从人群外传来。怎么回事？人群自动分开一条路。杨宇走了进来，他今天穿了一身剪裁合体的深灰色西装，身姿挺拔，气场强大。他只是随意地站在那里，就让整个喧闹的办公室瞬间安静了下来。他的目光扫过全场，最后落在我身上，眉头微不可察地皱了一下。杨总，分公司总经理，一个40多岁的中年男人，满头大汗地跑了过来，点头哈腰，一点小事我马上处理。我妈一看来的人气度不凡，像是公司的大领导，立刻从地上爬起来，冲到杨宇面前，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开始哭诉：领导，你可要为我们做主啊！这是我女儿程菲菲，她保安。杨宇甚至没看他一眼，只是淡淡的吐出2个字。2个保安立刻冲了进来，你们干什么？别碰我，我是她的妈妈。我妈尖叫着挣扎着，程斌也想上前，却被杨宇一个冰冷的眼神定在了原地，那眼神里充满了警告和威压，让他瞬间白了脸，一个字都不敢说。很快，2个人被请了出去，一场闹剧就这么被他轻描淡写的平息了。办公室里
恢复了死一般的寂静。杨宇的目光再次落在我身上，我低着头，狼狈的不敢看他。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小丑，所有不堪和丑陋都暴露在了他面前。会议暂停，他对着已经吓傻的客户和我的组员们说，声音依旧平稳：“程菲菲，你跟我来一下。”说完，他转身就走。我麻木的跟在他身后，走进总经理的办公室。他反手关上门，隔绝了外面所有的目光。办公室里只有我们2个人。他没有说话，只是走到饮水机旁，倒了一杯温水递给我。我颤抖着手接过，坐。他指了指沙发，我坐下，双手捧着水杯。对不起，杨总，我低声说，声音沙哑，给公司造成了不好的影响。他走到我对面坐下，双腿交叠，姿态优雅。这不是你的错。他看着我，黑色的眼眸深不见底，想哭就哭出来。他这句话像是一个开关，我紧绷了许久的神经瞬间断裂，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不受控制的往下掉。我不想在他面前哭的，这太丢人了。可我忍不住，这些年积攒的所有委屈，在这一刻尽数迸发。我哭得泣不成声，像个迷路的孩子。他没有催促，也没有安慰，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递给我几张纸巾。等我哭够了，情绪稍微平定下来，他才重新开口，声音依旧是清冷的，却多了一丝不容置喙的力度。程菲菲，来总部吧。我愣住了。集团总部新成立了一个核心项目组 SY 计划，我亲自带队，缺一个高级经理 P8 职级。他言简意赅， P8 职级高级经理，那是我现在这个 P5 组长至少要再奋斗5年甚至10年才有可能触及的高度。为什么是我？我抬起头，红着眼睛问他，我看过你所有的项目报告和业绩评估。他看着我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你的能力值得这个位置。他的目光太过专注，让我有一种自己被完全看透的错觉。去一个他们找不到你的地方，重新开始。他又补充了一句，我的心狠狠地悸动了一下。去一个他们找不到的地方，这句话像一道光，瞬间照亮了我黑暗的世界。是啊，我为什么不走呢？这些年，我之所以不敢轻易换工作，就是怕他们找不到我，会去我老家闹，让我体弱多病的奶奶不得安宁。可现在，我奶奶已经去世了，我在那个家里再无任何牵挂，薪资是现在的3倍。另外，公司可以预支你50万的签字费和安家费。他抛出了最后的也是最致命的诱惑，50万，这笔钱足以让我还清所有欠朋友的钱，买断我和那个家的亲情，甚至还能剩下一点，让我开始新的生活。这是施舍吗？也许是，可这一次，我不想再像4年前那样，因为可笑的自尊而拒绝。我已经被逼到了悬崖边上，退无可退，而他是唯一向我伸出援手的人。好，我听见自己用嘶哑的声音，我跟你走。1周后，我办完了所有离职和入职手续，拖着一个行李箱，踏入了盛宇集团的总部大楼。矗立在城市中心，通体由玻璃幕墙构成的摩天大楼，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气派非凡。我以前只在杂志上见过它。前台帮我刷开了门禁，同事带我去了 SV 项目组的办公区，那是一片单独的位于顶楼的区域，视野极佳，可以俯瞰大半个城市。装修风格是极简的工业风，黑白灰的主色调，处处透着高级感和精英范儿。我的工位靠窗，桌上已经摆好了一台全新的高配电脑，旁边还有一个名牌，上面印着我的名字和职位，高级项目经理程菲菲。一切都像做梦一样。项目组的成员都是从集团各个核心部门抽调来的精英，每个人看起来都行色匆匆，专业而干练。杨宇的办公室就在办公区的最里面，一整面墙都是落地玻璃，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坐在里面工作的身影。他似乎永远都是那么冷静专注，仿佛没有什么事情能让他动容。我很快投入到了新的工作中。SV 计划是一个关于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应用的 S 级项目，复杂且极具挑战性。我像一块干涸的海绵，疯狂地吸收着新的知识，每天加班到深夜，周末也泡在公司。我很珍惜这个机会，不仅仅因为高昂的薪水，更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可以纯粹的为了自己的事业而奋斗。我妈和程斌没有再来找我，我换了手机号，拉黑了他们所有的联系方式。那50万的预支款到账后，我留下10万，剩下的40万匿名打到了我妈的卡上，附言从此两清，后会无期。我不知道他们收到钱后是什么反应，也不想知道，只想彻底斩断过去。在总部的生活平静的初期，杨宇作为项目组的负责人，每天都会开一次站会，听取每个人的进度汇报。他要求严格，言辞犀利，经常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方案中的漏洞。组里的人都有点怕他，但他对我似乎格外宽容一些。我的方案被他驳回过3次，每一次他都会在会后让助理把我叫到他办公室，亲自给我讲解问题所在，逻辑清晰，条理分明，比我自己埋头研究一整天还有用。有一次我因为赶项目忘了吃午饭，低血糖犯了，脸色发白地趴在桌上。没过多久，他的助理就端着一份精致的午餐走了过来，说是杨总让他帮忙在楼下餐厅订的。还有一次我来例假，疼得在座位上直不起腰，下午的时候桌上就悄无声息地多了一个暖宝宝和一杯热气腾腾的黑糖姜茶。我问旁边的同事，都说不知道是谁放的。我下意识地抬头看向那间玻璃办公室，杨宇正专注地看着电脑屏幕，侧脸的线条冷硬而完美，似乎对外界的一切都漠不关心。可我的心却不受控制地漏跳了一拍，同事们也渐渐察觉出了一些不对劲。菲菲，我怎么觉得杨总对你有点特别啊？午休时，邻座的女孩张娜凑过来小声的八卦。没有吧，杨总对谁都一样。我连忙否认，脸颊却有些发烫。才不一样呢。张娜撇撇嘴，你没发现吗？食堂这个月新加的窗口做的菜都是你老家的口味。还有，你上次不是抱怨椅子坐着不舒服吗？第2天整个项目组的就全都换了新的，这些肯定都是杨总安排的。我愣住了，这些细节我不是没有察觉，只是不敢深想，我怕那是我自作多情的错觉。我和他云泥之别，他这样的人想要什么样的女人没有？怎么会对我？我不敢再想下去。我拼命地告诉自己，他只是一个惜才的好老板，所有的一切都只是因为我的工作能力。直到那天
晚上，我们项目组攻克了一个重要的技术难关，杨宇破天荒的请大家去楼下的一家会所庆功，大家都很高兴，喝了不少酒。我酒量浅，只喝了一杯就觉得头晕目眩，我借口去洗手间，想出去透透气，刚走到走廊，就和一个端着托盘的服务生撞了个满怀，酒洒了我一身，白色的连衣裙上顿时一片狼藉。对不起对不起，服务生吓坏了，连忙道歉。没事，我摆摆手，走进洗手间，想简单处理一下，可那酒渍怎么也洗不掉。我看着镜子里狼狈的自己，心情有些烦躁。这时杨宇走了进来，男士洗手间在另一头，他显然是来找我的。还好吗？他走到我身边，看着我裙子上的污渍，皱了皱眉。没事，杨总，我处理一下就回去。我有些窘迫，我让助理去买衣服了，你在这里等一下。他说着，很自然地脱下自己的西装外套，披在了我身上。他的外套还带着他身上清冽的好闻的木质香气，将我整个人都包裹住。宽大的西装遮住了我身上的狼狈，也带来了一丝奇异的安心感。我的心跳瞬间乱了节奏。不用了，杨总，太麻烦了，听话。他的声音很轻，却带着不容置喙的命令。我不敢再说话了。助理很快把新衣服送了过来，是一条和我尺码完全相符的连衣裙，牌子是我平时根本不敢看的那种品牌。庆功宴结束，杨宇说他顺路要送我回家，我不敢拒绝。车里很安静，只有空调的冷风轻轻吹着。我坐在副驾驶，紧张得手都不知道该往哪里放。杨宇专注地开着车，城市的霓虹灯在他脸上投下明明灭灭的光影，让他看起来比平时柔和了一些。快到我租住的小区时，他突然开口：程菲菲。我下意识地转头看他，离程冰远一点。我愣住了，我哥他来找过您，他今天下午去了公司前台。杨宇的语气很平淡，像是在陈述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想打听你的住址。我的心猛地沉了下去，他们还是不肯放过我。我知道了，谢谢杨总。我低声说。车子停在了小区楼下，我解开安全带准备下车。等等，他突然叫住我。我回过头，还没来得及问怎么了，他的身体就倾了过来，我们的距离瞬间被拉近，近到我能清晰地看到他纤长的睫毛，能闻到他身上好闻的气息。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心脏狂跳的像是要从喉咙里蹦出来。他要做什么？我紧张地闭上了眼睛，只感觉到他的手指轻轻地拂过我的脸颊，帮我把一缕散落的碎发别到了耳后。他的指尖带着一丝凉意，触感却温柔的不可思议。头发乱了，他的声音低沉沙哑，响在我的耳畔。然后他直起身，重新坐了回去，仿佛刚才那个暧昧的动作只是我的一个幻觉。上去吧，我落荒而逃。回到家，我靠在门后，心脏还在疯狂地跳动，脸颊上似乎还残留着他指尖的温度。那个晚上我失眠了，脑海里反复回放着车里那一幕，和他那句离程冰远一点。光照进来了，可光下的阴影却也如影随形。我以为程冰只是去前台打探消息，被拦下后就会放弃，我太天真了。几天后，我下班刚走出公司大门，就被他堵在了门口。他瘦了些，也黑了点，眼神里带着一股戾气，看到我就像是看到了猎物。程菲菲，你行啊你，傍上大款了是不是？换了手机号，住进高档小区，连亲哥都不认了。他上来就抓住我的胳膊，语气不善，你放开我。我用力挣扎，周围路过的同事纷纷投来异样的目光。放开你，你把话说清楚，那40万是怎么回事？打发叫花子呢？我告诉你，没门。我那辆车我看中了最新款，要50万，还有我跟我妈的生活费，你每个月至少得给2万。他狮子大开口，我被他气笑了。程冰，你凭什么？我是欠你的吗？就凭我是你哥，你是我妹，你花的每一分钱都该有我一半。他吼道，唾沫星子都快喷到我脸上。我看着他这张因为贪婪和无耻而扭曲的脸，感到一阵恶心。我不会再给你1分钱，你再纠缠我，我就报警。报警？他像是听到什么天大的笑话。你报啊，我看警察是管你这不孝女，还是管我这个被妹妹抛弃的亲哥哥。正当我们纠缠不休时，一辆黑色的宾利悄无声息地停在了我们身边，车窗降下，露出杨宇那张冷峻的脸。上车，他对我说。程冰看到杨宇愣了一下，随即眼睛一亮，大概是认出了这就是上次在公司见到的那个大领导。他立刻换上一副谄媚的嘴脸。哎呀，这位领导你好你好，我是菲菲的哥哥，我们兄妹俩闹着玩呢。杨宇看都没看他一眼，目光只是锁定着我，重复了一遍。程菲菲，上车。我挣开程冰的手，迅速拉开车门坐了进去。哎，领导。程冰还想说什么，杨宇却已经升上了车窗，车子平稳的驶离，将程冰那张错愕又贪婪的脸远远地甩在了后面。车里，我低着头一言不发。他威胁你了？杨宇开口打破了沉默。没有。我摇摇头，不想让他知道那些不堪的细节。他没再追问，只是把车开到了江边。我们下了车，晚风吹来，带着一丝水汽，吹散了我心头的烦躁。程菲菲，他站在我身边，看着远处江面上闪烁的灯火。你有没有想过彻底解决这件事？我苦笑，怎么解决？他们是我的家人，血缘关系是斩不断的。他转过头，认真地看着我。如果你愿意，我可以让法务部的同事帮你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或者通过法律途径彻底断绝抚养和赡养关系。我震惊地看着他，我从来没有想过可以走到这一步。在我从小接受的教育里，家人无论如何都是家人。我犹豫了，你不需要立刻做决定。他似乎看穿了我的挣扎，但你要知道，你不是孤立无援的，你身后有我，有整个盛宇集团的法务部。他的声音不重，却带着一种让人信服的力量。你身后有我，这短短的5个字，像一道暖流，瞬间涌遍我的四肢百骸。长久以来，我都是一个人在战斗。第一次有人告诉我他会站在我身后。那一晚，杨宇送我到楼下，临走前他突然说，明天开始我会让司机接送你上下班。不用了，
太麻烦了。我连忙拒绝，这不是商量，是通知。他的语气不容置喙，在事情彻底解决之前，我必须保证你的安全。我看着他坚定的眼神，拒绝的话再也说不出口。接下来的日子，程斌和我妈果然没有善罢甘休，他们开始变着法的骚扰我，一天几十个电话，用不同的陌生号码打来，去公司前台闹，被保安拦下后，就坐在公司楼下的花坛边，见人就哭诉我是如何不孝，甚至还注册了社交媒体账号，发布各种歪曲事实抹黑我的小作文。一时间，我成了公司里风口浪尖的人物，同事们的眼神变得复杂，有同情有鄙夷，更多的是敬而远之。我感觉自己像个透明人，走到哪里都被人指指点点。那段时间，我的压力大到了极点，整夜的失眠。杨宇把一切都看在眼里，他没有多说什么，只是默默地为我挡下了所有的风雨。他让公司的公关部处理了网络上的谣言，让法务部给程斌和我妈发了律师函，他甚至还帮我换了一套安保更严格的公寓，就在他家的楼下。当我站在那间宽敞明亮、装修精致的公寓里时，我终于忍不住问他：杨宇，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我不再叫他杨总。他站在落地窗前，背对着我，声音有些飘忽。或许是因为我们是同一类人，我不太明白他的意思。那天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关于一个不被期待的孩子如何在一个庞大的冰冷的家族里步步为营，才走到了今天的位置。他说他懂那种被至亲之人当作工具和棋子的感觉。那一刻我才发现，原来这个看起来无所不能的男人也有着自己的伤疤和脆弱。我们之间的距离似乎在那个瞬间被拉近了。可我没想到，我妈和程斌的疯狂才刚刚开始，他们见骚扰我不成，竟然把主意打到了杨宇身上。那天我妈和程斌不知从哪里打听到了杨宇的身份，直接冲进了盛宇集团的总部大楼，在前台大吵大闹，指名道姓地说杨宇这个大老板勾引他女儿，破坏他们家庭和睦。事情闹得很大，惊动了整栋楼的人。当我接到电话赶到楼下时，看到的就是我妈坐在地上嚎啕大哭，程斌在一旁添油加醋，而杨宇就被一群看热闹的员工和闻讯赶来的记者围在中间。他依旧是那副泰山崩于前色不变的冷静模样，只是眼神冷得像冰。程女士，她开口，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遍了整个大厅。你说我勾引你女儿，证据呢？我妈愣住了。你说我破坏你们家庭和睦，请问一个把女儿当作提款机不断压榨的家庭，也配谈和睦二字吗？她的话字字诛心，我妈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至于你，程斌先生，杨宇的目光转向我哥。据我所知，你上周刚因为赌欠了30万的债，今天这出闹剧是你导演的吧？想从我这里，或者从你妹妹这里再敲一笔钱去还债？程斌的脸刷的一下血色尽失。你胡说，是不是胡说？让警察来调查一下就知道了。杨宇拿出手机，做事要报警。别报警！程斌彻底慌了，拉着我妈连滚带爬的跑了。一场闹剧再次被他轻松化解。可我知道这一次不一样了，他们触碰到了杨宇的底线。那天晚上，杨宇把我叫到他办公室，程菲菲，他递给我一份文件，看看吧。我打开发现那是我老家，我爸开的那家小作坊的全部资料，包括各种违规的所有证据，还有一份是程斌这些年所有劣迹的详细记录。我看得心惊胆战。你想怎么做？杨宇问我。我看着他，他的眼神平静，却带着一丝不容置疑的决绝。我知道他已经动了真怒，只要我点点头，他就会毫不犹豫的将这些东西递交给相关部门，让我爸和程斌付出惨痛的代价。那是我爸，那是我哥，尽管他们对我如此不堪，可我的手开始发抖。我不用急着回答我，杨宇打断了我，回去好好想想。程菲菲，记住，这不是你的错，是他们一再的把你逼上绝路。我拿着那份文件，浑浑噩噩的回了家。我知道杨宇在等我一个答案，一个让我和过去做一次彻底了断的答案。就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接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电话，是我小姨打来的。菲菲啊，你快回来一趟吧，你奶奶快不行了。电话里小姨的声音带着哭腔，听起来焦急万分。奶奶是我在这个世界上除了自己唯一的软肋，爸妈不看重我，从小对我非打即骂，只有奶奶会偷偷给我塞个鸡蛋，会把我护在身后。后来她生病，半身不遂，一直住在老家，有小姨照顾。这也是为什么这些年我一直不敢和家里彻底翻脸的原因。我不敢想象，如果奶奶出了什么事，我当时就慌了，脑子里一片空白，立刻订了最早一班回老家的机票。我甚至忘了告诉杨宇一声。等我匆匆忙忙赶到机场，准备登机时，才想起给他发个信息：杨总，我奶奶病危，我需要立刻回老家一趟。工作的事情我已经交接好了。发完信息我就关了机。经过几个小时的飞行和转车，当我终于赶到老家的小镇时，天已经黑了。小姨在村口等我，看到我，她的眼神有些躲闪。小姨，我奶奶呢？我急切地问。在屋里呢。我冲进老屋，屋里却空无一人，根本没有奶奶的身影。一股不祥的预感瞬间笼罩了我。人呢？我回头厉声问小姨，小姨不敢看我，低着头搓着衣角。这时里屋的门开了，我妈、我爸还有程斌从里面走了出来，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一种诡异的得意的笑容。我瞬间明白了，这是一个陷阱。奶奶呢？你们把奶奶弄到哪里去了？我冲他们吼道。你奶奶好着呢，在镇上医院住着，有护工看着，死不了。我妈慢悠悠地说，我们这不是怕你不肯回来，才让你小姨骗你一下吗？我的心一瞬间冷到了极点。他们
们竟然用奶奶的生命来欺骗我，你们到底想干什么？我看着他们，声音因为愤怒而颤抖。不想干什么？程斌走上前来，上下打量着我，笑得不怀好意，就是给你找了门好亲事。说着，一个50多岁、脑满肠肥的男人从他身后走了出来，眼睛一个劲的在我身上打转。这就是周老板，我妈热情地介绍道，人家可是镇上最有钱的，开了好几家厂子呢。周老板说了，只要你嫁过去，就给我们家100万的彩礼。100万，原来在他们眼里，我只值100万。我看着眼前这令人作呕的一幕，只觉得浑身的血液都要凝固了。你们疯了？我们可没疯。我爸也开了口，这是他第一次这么严厉地跟我说话。你哥欠了债，那都是因为你。你要是不去大城市，不认识那个姓杨的小白脸，你哥能被人骗吗？现在周老板愿意帮你哥还债，还给我们100万，是你几辈子修来的福气。我被他们这套颠倒黑白的无耻逻辑气得说不出话来，我死也不会嫁给他。我一字一句地说，这可由不得你。程斌面露凶光，一把抓住我，今天你嫁也得嫁，不嫁也得嫁。我们已经收了周老板20万的定金了，放开我！我拼命挣扎，可我的力气怎么敌得过一个男人？那个周老板也走了过来，伸手就想来摸我的脸。小妹妹，别怕，跟了哥哥我，保证你吃香的喝辣的。我绝望地闭上了眼睛。就在那只肥腻的手即将碰到我的时候，砰的一声巨响，老屋那扇破旧的木门被人从外面一脚踹开了。门口站着一个逆光的身影，身姿挺拔，气场凛冽，是杨宇。他身后还跟着几个穿着黑色西装、神情肃穆的男人。那一刻，他就像是神兵天降，所有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呆了。杨宇的目光扫过屋内的情景，当他看到我被程斌抓住，以及那个周老板伸出的咸猪手时，他眼中的温度瞬间降到了冰点。放开他！程斌被他身上的气势吓到了，下意识地松开了手。杨宇快步走到我面前，脱下自己的外套，将我紧紧地裹住，护在他怀里。他的怀抱温暖而有力，带着让人安心的气息。我再也忍不住，趴在他胸口失声痛哭。别怕，我来了。他轻轻拍着我的背，柔声安抚。你是谁？你想干什么？我爸色厉内荏地吼道。杨宇这才抬起头，冰冷的目光像利剑一样射向他们。我是谁不重要，他冷冷地说，重要的是你们今天谁也别想走出这个门。他带来的那几个保镖迅速将整个屋子控制住。那个周老板见势不妙，想从后门溜走，被一个保镖轻而易举地拎了回来，像小鸡一样丢在地上。杨总，这是个误会。程斌吓得腿都软了，结结巴巴地解释，误会。杨宇冷笑一声，非法拘禁，意图强迫他人结婚，敲诈勒索。程斌，你觉得这几条罪名够不够你在里面待个10年8年？程斌的脸瞬间惨白如纸。还有你。杨宇的目光转向那个周老板，你的那几个厂子，税务、消防、环保好像都不太干净，我想相关部门应该会很乐意去查一查。周老板吓得魂飞魄散，跪在地上拼命磕头求饶。杨宇不再理会他们，他带来的助理已经拿出了手机，开始报警，并且联系律师。杨宇拉着我走出了那个令人窒息的屋子，外面的空气前所未有的清新。你怎么会来？我抬头问他，眼睛红红的。你关机了？他看着我，眼底是我从未见过的后怕和担忧。我给你打了无数个电话，都打不通，我怕你出事，就立刻让秦川查了你的航班信息，赶了过来。原来在我不知道的时候，他已经为我担心到了这个地步。谢谢你，我说，声音哽咽。傻瓜。他抬手用指腹轻轻擦去我脸上的泪痕。我说过，我不会让你孤零零的一个人。警车很快就来了，我爸妈、程斌、小姨还有那个周老板全都被带走了。临走前，我妈还在拼命地咒骂我，说我这个丧尽天良的白眼狼，竟然联合外人来害自己的家人。我看着他那张因为怨毒而扭曲的脸，心里却出奇的平静。我知道从这一刻起，我和他们彻底结束了。杨宇帮我把奶奶接到了市里最好的医院，请了最专业的护工，处理完所有事情后，他带我回了城。车上，他把那份关于我家人黑料的文件重新递给了我。现在你想怎么处理？他问我。我看着他，这一次我没有再犹豫，我接过文件。杨宇，我看着他，一字一句无比清晰地说，我想让他们受到法律应有的制裁。他看着我许久，嘴角缓缓地勾起一抹极浅的却无比温柔的笑意。好，他说，后续的事情比我想象的要顺利，有杨宇的律师团队在，我几乎不需要出面。程斌和那个周老板因为涉嫌多项罪名被依法批捕，我爸的小作坊也被查封，他本人因为偷税漏税和环境污染面临巨额罚款和牢狱之灾。我妈和小姨因为参与了非法拘禁和诈骗，虽然罪不至坐牢，但也留下了案底，被教育释放。我终于从那个名为家的泥沼里彻底挣脱了出来。我没有一丝一毫的快感，也没有报复的喜悦，只有一种尘埃落定后的疲惫和空茫。那段时间，我请了长假，把自己关在杨宇帮我租的公寓里，哪儿也不去。他没有催我回去上班，每天他都会让助理给我送来3餐，荤素搭配，营养均衡。他自己则会在下班后过来，不说什么，只是陪我坐一会儿，或者陪我看一部无聊的电影。我知道他在用自己的方式陪我度过这段最难熬的时光。在一个阳光很好的下午，我坐在阳台的吊篮里晒太阳，他走了过来，坐在我身边。程菲菲，他突然开口，你想不想听一个很长的故事？我点点头。高2那年，我被家里送到一所很普通的公立高中体验生活，在那里我认识了一个女孩，她的声音很轻，像是在回忆一件很久远的事情。那个女孩总是安安静静地坐在教室的角落里，埋头做题。她穿洗得发白的校服，扎着简单的马尾，不爱说话，成绩却总是名列前茅。我那时候很叛逆，觉得周围的一切都很无聊，只有看着她才会觉得这个世界好像还有一点色彩。我开始不自觉地关注她，她喜欢去图书馆3楼靠窗的位置，我就每天早早去帮她占座。她喜欢喝某个牌子的牛奶，我就把自动售货机里那个牌子的牛奶全都买光，塞进她的课桌。她大概觉得很奇怪吧，但她
他从来没问过，他只是默默地把牛奶分给了他前后座的同学。听到这里，我心里一动，一段尘封的记忆被悄然唤醒，我好像记起了那个总是帮我占座的模糊的背影，也记起了那段日子里课桌里每天都会多出来的喝不完的牛奶。后来我家里出了一些事，我被提前接走了，没来得及跟他告别。再后来，我考上了他所在的大学，我在开学典礼上看到了他，他比高中时更清瘦了，也更漂亮了。我以为终于有机会可以正式的认识他，可我没有。杨宇自嘲地笑了笑，我的身份，我的家庭，注定了我的大学生活不可能像普通人一样。我看着他拿奖学金，看着他去做点工，看着他被那个所谓的家逼得喘不过气。毕业那天，我鼓起所有的勇气，问他愿不愿意来我的公司，他拒绝了。他转过头看着我，黑色的眼眸里翻涌着我看不懂的复杂的情绪。他说那是少爷的日行一善。我的心狠狠地被揪住了，原来是他，原来从那么早的时候开始，他就已经。我当时在想，没关系，我可以等。他继续说，我可以等他成长，等他变得足够强大，等他不再因为自卑和敏感而把我推开。我收购了你毕业后去的第一家广告公司，把你调到了盛宇的分公司。我以为我可以一直这样，在你看不到的地方保护你，直到那天你妈妈和你哥去公司闹，我看到你一个人站在那里，那么无助，那么脆弱，我才意识到我错了。有些伤害我没办法替你挡掉，有些路如果你不自己走出来，谁也帮不了你，所以我把你调到了我身边。程菲菲，她看着我，无比认真地叫着我的名字。我承认，我用了些手段，甚至有些卑鄙。我一步一步把你逼到我为你设好的安全区里，我策划了我们所有的相遇，制造了所有的巧合。我不是什么好人，也不是什么绅士，我只是一个喜欢了你10年，并且想和你共度余生的普通男人。所以你愿意给我一个机会吗？阳光透过落地窗洒在他身上，给他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晕。他眼中的紧张和期待那么清晰，我看着他，眼泪再一次不争气地流了下来。这一次不是因为委屈和痛苦，而是因为感动和喜悦。原来我不是一个人在深渊里挣扎，原来一直有一束光在我不曾察觉的地方默默地照亮了我那么多年。我笑着流着泪重重地点了点头，我愿意。我和杨宇在一起了，没有轰轰烈烈的仪式，一切都那么顺理成章，水到渠成。我搬进了他的家，一个可以俯瞰整个城市夜景的顶层复式。奶奶的身体也在一天天好转，杨宇给他请了最好的康复师，他说他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病房，没被人这么精心伺候过。我休完假回到了公司，同事们看我的眼神彻底变了，从同情变成了羡慕和敬畏。我知道他们都在转，我是未来的老板娘，我没有去解释，只是比以前更加努力的工作。杨宇给了我最好的平台和资源，而我要用自己的能力证明我配得上这一切。我要的不是做他身边的菟丝花，而是能与他并肩站在一起的橡树。半年后 ，S 位项目大获成功，为集团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收益。在庆功宴上，我作为项目的核心负责人上台发言，我站在聚光灯下，看着台下杨宇正坐在第一排，目光温柔地注视着我，他的眼神一如10年前的那个午后，我在图书馆里不经意间回头瞥见的那一眼充满了光。发言结束，我走下台回到他身边，他很自然地握住了我的手，十指紧扣。程菲菲，他在我耳边轻声说，恭喜你，也恭喜我。我笑了，我知道我们都曾被困于深渊，但幸运的是我们都成为了彼此的光，互相照亮，互相救赎。未来的路还很长，但这一次我不再害怕，因为我知道我的身边永远都会有他。